女生跟你说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啊，其实就是在跟你表白。但如果你去跟她说什么因为我喜欢你啊，你值得我对你的好啊，这种之类的话啊，那你干得漂亮。以夸为主，以舔为辅，女生下一秒可能就直接对你下头了，然后呢就会把你拖到天王王的分组，把你放在列表里，只会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其他的男人官宣。所以该怎么应对这种问题呢？老规矩，我们直接上真实故事。这位兄弟呢叫做江哥啊，今年31，是一个比较另类的程序员。一呢是因为江哥除了敲代码呀，他还会跳点街舞，所以他的身材还算不错啊，不是那种死肥宅。第二呢，就是因为江哥的性子是很爱玩的，每到周末他就会去各种酒吧打卡，然后再找上几个小美喝上几杯。前段时间呢，江哥就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知心姐姐，比他大2岁，北京的，目前呢定居在了成都，家里条件呢也是不错。当时江哥连续加班了1周吧，那真的是叫一个心烦气躁啊。回家呢冲了个澡，吹了个头，就想要去小酌2杯放松一下，结果刚进店门啊，就被吧台坐着的一个长腿御姐给吸引到了。脚踩滑轮天炉，穿着巴宝莉的风衣，这一眼下去，江哥当时真的是头也不晕了，心情也美丽了，一屁股直接坐在了人家旁边啊，就想着要搭讪嘛。当时把这个御姐逗的是嘎嘎乐啊，然后呢就顺势2个人就加了好友。加上之后啊，江哥就发现酒吧里有好几个男的都在偷瞄这个女的，很显然就是那种有色心没色胆的。那江哥一想，别人不敢聊的女神，在我这里几个小时以内一定能属于我，心里他当时就觉得很暗爽。一晚上呢，就光是点酒就花了江哥快5位数。之后呢，2人又约着小酌了几次，江哥也是越来越上头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女生给江哥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暧昧，但是就很难突破关系，完全打破了江哥以往跟其他小美相处的那种节奏了。所以呢，江哥就来找到了我。而江哥这个情况呢，是属于大部分关注我的兄弟里面都会遇到的。就是你们其实是很有能力去跟很多女人去建立短期的暧昧关系的，但是你们就是不知道女人的好感窗口在哪里。遇到特别喜欢的时候，那种特别有魅力的女生的时候，你们也会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又不舔又能够去突破关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最后呢，很有可能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尬住了，暧昧了2-3个月之后，新鲜感一过，对方反正就最后就是不了了之。那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该怎么去突破关系，才能够让这个女生稍微的主动一点，或者说直接跟你表白呢？看好啊，我只说一次，因为江哥本身他是有非常丰富的搭讪经验的，所以在我接手后花了5天的时间，就是主要帮他恶补了什么呢？就认知层面的一些缺口。期间呢，江哥也是在我的一个辅助下，保持着每天跟这个女生去暧昧聊天。等到了周末的时候呢，就按照惯例嘛，江哥在晚上就要跟这个女生出去小酌2杯，而且这一次啊，江哥还准备了一根卡地亚的项链。那按照江哥以前的作风，就是见面直接送给女生，对不对？大伙儿都跟我学习这么久了，应该也知道该怎么送礼了吧？啊，这么送的话，不仅没有效果，还会暴露自己的需求感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这一次我就让江哥提前准备好一条围巾啊，不算很贵，几百块的那种。重点呢就材质舒服，样式好看。等到约会那晚啊，我就让江哥先把项链跟围巾收好，正常去跟这个女生聊天喝酒啊。等到约会快要结束了之后呢，再把准备好的围巾拿出来递给这个女生。注意啊，一定是递给女生，不要亲自去帮她戴。那等女生自己戴好之后呢，我就让江哥说什么：“你是暖和了，我还冷着呢，姐姐啊。”这个就是我们对女生的一个小测试，看她到底愿不愿意给江哥反馈。那当时这个女生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就是直接去抱了抱兄弟啊，去抱了这个兄弟的手臂嘛。然后这个时候江哥就趁机拿出了准备好的项链，然后亲手给女生戴上了。后续呢，江哥给我反馈啊，女生当时的反应是非常惊喜的，直接就扑到了江哥的怀里，然后捂住了嘴，然后啊这个眼睛呢还一直就是那种看着江哥，就是深情对视。江哥当时就跟我说，他当时闻着这个女孩的体香，差点没压住枪。所以兄弟们啊，你们要记好笔记，这套小连招不好用，你回来找我麻烦啊。等到第2天晚上的时候呢，女生就给这个江哥发消息了，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？OK， 机会来了。当时呢，我就让江哥回答什么啊？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呀？啊，真话免费，假话100，选吧。那女生当时就回复了啊，说反了吧，哪有假话还要收费的呀？啊，那我们呢，直接怎么回复呢？真话说出来你会不高兴，假话就不一样了，我得编点甜言蜜语去哄你
这100就当是我的辛苦费了呗啊，直接一个反转，对不对？让这个女生去下意识的去怀疑，哎，为什么真话会让我不高兴？难道你对我好不是因为喜欢我吗？你对我难道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啊？女生当时想的越多，她呢自然也就会对兄弟投入的情绪成本越高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女生当时过了2分钟之后就回复了说啊，我不管，反正你必须给我个理由。看出来了吧？女生这里的追问呢，恰恰说明她是在意江哥的想法的。所以我们当时直接这么回复的啊，耍赖都这么熟练，你是不是经常问别人这个问题啊？女生当时直接就秒回了啊，说没啊，我就是单纯好奇，你不想说就算。那我们直接回复说真算了，可我听说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问他这个问题啊。女生回复说别多想啊，朋友就不能问这个问题吗？那对于朋友这种陷阱，到底又该怎么回呢？很简单，直接不回。你不是说我俩是朋友吗？对吧 ？OK， 那我就用朋友的身份来对待你，我不会刻意陪朋友熬夜，我的时间和精力只会用在事业上、爱情上，而不是友情上。你要把这种态度用行动去表现出来，那女人她自然感受到之后，她自己就会去反思，对不对啊？那她自己可能就会去后悔啊，她甚至会一整晚都会想，哎呀，我该不会说朋友他就生气了吧？我是不是不该说这种话呀？那我要现在怎么去补偿或补救呢？果然第2天上午，这个女生就直接给江哥发来消息了啊，说生气了就直说呗，我又不介意，别闷着。大家记得我前面说的吗？这女生比江哥大了2岁，那这个呢也是年长女生的好处，因为她有足够的阅历，她也有足够的认知，所以她不会跟小女孩一样动不动就跟你闹脾气，相反她还会主动去体谅你的感受。所以这种女生啊，各位如果遇到了，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。那当时呢，我就让江哥是这么回复的，没必要，缘分没到，说多错多，所以不越界，不多嘴，不强求。我们直接告诉这个女生，我的底线就是这么简单，要么做恋人相伴一生，要么呢就做别人相忘于江湖，没有朋友这个选项啊！这种强内核的3观输出反而会吸引到那些高认知、这种高格局的女孩子啊！女生当时过了几分钟之后就回复了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”那我们就回复什么？你又不说是什么意思，那确实没意思。那女生这一次呢，过了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才回复的啊，说的是：认识这么久了，姐姐也跟你说实话吧。我现在没精力去经营短期关系，所以如果你是颜值党，那我们就不必浪费时间了啊。漂亮女生还是很多的，不必找我。OK， 我们来翻译一下这个女生的话，好吧？她的意思是姐没安全感，姐怕你只看脸，以后呢认识了更好看的姑娘就不专一了，知道吧？那我们要如何去自证呢？啊，当然，其实我们不用去自证。我当时就让江哥这么回复的。对啊，我确实是颜值党。我去海边捡贝壳，只捡最漂亮的那一个，但我又比较懒，捡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，我就懒得再去海边了，好好珍惜就行。那这段话呢，分为3层，第一层就是我们直接告诉这个女生，我就是吃你的盐，这种直白的理由反而会让这个女生觉得你是不做作不假的啊。那第2层呢，就是我只找最漂亮的那一个，而这个人呢，就是你。拐弯抹角的去夸了一下这个女生，对不对？第3层就是我虽然是颜控，但我懂得珍惜，而且我还把这种专一属性给它偷换成概念，叫做懒。这种真诚的方式呢，既不会让对方觉得有压力，也不会暴露自己的需求。这一次这个女生是怎么回复的？这女生直接问怎么珍惜啊？该不会是靠嘴皮子吧？姐姐可不吃这一套哦。那我们怎么回复的？懂你意思，晚点见，当面说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发了个餐厅的位置。后续的结果，那就是晚饭结束之后，这个女生啊就请兄弟啊再去喝了顿酒。借着酒劲儿呢，女生当时就靠在这个兄弟的肩膀上啊，跟兄弟说了非常多的真心话。后来呢，他们俩啊，我又跟进了小半个月吧。因为这个女生她是比较现实主义的，所以呢，我没有让这个兄弟去太过于激进，像以前谈恋爱那个样子，而是在这个半个月期间，让这个女生主动去跟兄弟表白啊。大概的这个逻辑思维呢，就跟刚刚你们看到这一套其实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教东西一定是要去学逻辑，底层逻辑，懂吗？不能乱照搬套用啊！所以兄弟们，你们学会没有？你有思维，你就能打破女生的预期；你有认知，那你就能够引出女生的好感；你有格局，那你就能够给到这个女生。有没有听懂的？可以随时滴滴。还是那句话，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，而强者只讲人性。下课。